大家好，今天我和另外的两个同学给大家谈一谈游戏。那么先给大家看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就是2020年全国的家长给自己小孩买游戏的数据是高达890亿，而双11呢则是高达1657亿，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后面这一个游戏是高达2780亿，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充钱。我给大家分析充钱的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充钱能使你变强。在《植物大战僵尸》这一款单机游戏中，一开始你还可以饶有趣味的去跟敌人僵尸抗衡，但是打到后面你会发现僵尸能让你体验到人生的疾苦，因为你的植物只有1级，而他的僵尸有4级，2口你的植物就没了。你会一点游戏感、体验感都没有。那么解决的方式就是充钱，充钱使你变强。第二个就是王者荣耀这一类竞技游戏的皮肤，本来它的外观是右图，然后左图的话只有6块钱，而且还是限时上架。看到这里你会不会很心动？反正我当时是非常心动的。但是等我购买之后，发现这个游戏的英雄我根本不会玩。那我这6块钱也是白白花费了，像千万像我这样的人，也是花费了这6块钱。第三个就是像和平精英这种，原本是以枪械对战为主，但是后面变成了腾讯传统手艺的这个游戏的充值入口，就是抽皮肤。一开始先给你6块钱，后面越来越加，加到了827块钱一次。但是你的钱也会在这无形中变成了一花就花成了5、6千。当你花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我花了这么多，我前面都没有意识到。那么如何改变这样子的现状呢？我给大家也立了3点。第一个就是多给自己的孩子看一些这些抽奖翻车的视频，让孩子没有这样子去过度充钱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成长守护平台，通过扫描2维码和聊天的方式，都可以让孩子加入这里边。然后绑定了微信之后，你可以限制他，比如说1个月只能充10块钱、20块钱，甚至不充钱。第三个就是玩机制比较成熟的游戏，比如说《我的世界》，虽然购买的时候要200块钱，但是买完之后，它就可以购买你所有需要的数据包。到后面你也不需要再多充钱去购买额外的功能，或者有任何的充值入口让孩子再往里面砸钱。那么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游戏的弊端，但是我的同学斗叶涵他有不同的想法，现在由我们掌声有请他。大家好，我是来自8名班的斗叶涵。那么前面那位同学讲了游戏令人生恨的一面，对于我来说，游戏是有双面性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游戏中那些益处吧。首先，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迷上了一款游戏，名叫《刺客信条：起源》。在这款游戏中，我会去完成一些格斗、刺杀，甚至是爬上金字塔来追求一些刺激感。到了后面呢，这款游戏就变成了无聊的做任务、刷装备。好巧不巧，在学校后面开学后，历史课正巧就在学习古埃及的历史。于是，当我为数不多的进入游戏时，我的目标就变成了发现历史中的彩蛋。游戏中历史的彩蛋，或者说是游戏中历史的剧情，比如说著名的埃及艳后与凯撒会面，还有凯撒被众元老院成员刺杀，这2件事情都可以在游戏中看到。可能就有人要问了，不是每一款游戏它都有益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我的世界》这款游戏呢，是属于沙盒游戏，你可以在里面做出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这张照片就是一位大佬他在 MC 中制作的一幅地图，就是关于紫禁城的1:1模型。你可以看到这款游戏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创造性以及想象力，因此也被国外的一些学校用作教育方面所用。
换个角度说，你可以在游戏中体验到你在现实中无法体验到的感觉，比如说从趾高气扬的富人，再到街边的小混混这样一个阶级的差异，或者说主角身上的亦正亦邪，以及人性的险恶，都可以在类似于《侠盗猎车手》啊、看门狗系列中玩到。那么游戏难道真的只有这些益处吗？接下来就让吴双喜同学给大家讲讲游戏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吧。你可能没有想过，游戏、教育这两项看似死对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将以《Minecraft 我的世界》这款游戏来详细谈谈游戏在教育中的应用。游戏可以锻炼你的这3个能力：第一，记忆能力、选择能力；第二，记忆力；第三，创造力。在游戏的第一天，你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先收集资源，还是先建造庇护所？在晚上装备不足的情况下，是先冒险出去与怪物搏斗，还是选择窝在家里？这都是你需要考虑的点。这就好像现实生活中一样，让我们懂得了取舍的重要性。玩我的世界也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在游戏中有一套特定的合成系统，玩家需要用不同的物品去合成方块、装备、工具等等。你肯定这样勉励自己，就连游戏中数百种的物品的合成方式都烂熟于心，又有什么理由记不住几套短短的公式和几条短短的古诗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创造力。之前讲过，我的世界是一款非常具有自由度的游戏，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我在我的世界的玩家社区中看到了无数非常优秀的作品，有人在游戏中还原了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有人还原了中国的山东舰，甚至有来自我们10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在游戏中还原了完整的云谷学校。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是我在游戏中建造的雕像和我自己做的山洞。你不需要按照任何的规章来做，只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即可。这是这款游戏的魅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你的创造力。比起普通版的无意识学习，我的世界教育版拥有一套更加完备的教育系统，玩家可以在里面学习科学和编程。让部分人比入我闻风丧胆的化学，这款游戏就用炼药的方式来模拟了真实的化学反应，就像这样。你甚至可以在游戏中利用 Python 语言进行编程。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们在游戏中用代码还原了用火箭升空的全过程。在游戏中建造了太阳系的模型以后，再用代码模拟了完整的天体运行。化学和编程都是当今比较热门的学科，利用游戏这种比较让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既可以让孩子们学得进去，也可以让孩子们学得开心。虽然因为一些本身的性质，游戏在目前无法成为一种主要的教学工具，但在课本之外，游戏可以成为一种辅助教学的工具，来为我们所用。我也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游戏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教育。谢谢。听完我们3位同学的演讲，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呢？游戏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玩游戏只是为了玩而玩，而没有对于自己对游戏一点独特的见解。是的，如何将游戏化敌为友，也是一项值得深思的技能呢？谢谢大家。